1996年，当德国的核磁扫描仪第一次对准陕西临潼那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封土堆时，现场所有专家在那一刻全都鸦雀无声。屏幕上浮现出的影像不仅远远超出他们所有人的想象，更让他们意识到这座传说中的帝王陵墓恐怕真的藏着一些不能被打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让中德两国的顶尖科学家在扫描完毕以后几乎集体选择了沉默？又是什么样的发现让中国从1956年到今天整整70年来，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无论呼声如何高涨，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主动挖掘秦始皇陵。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这座号称世界第8大奇迹的地下宫殿究竟藏着什么让人类至今不敢触碰的秘密。我可以先告诉你结论，当我把所有公开的资料拼凑在一起以后，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秦始皇陵不是不能挖，而是不敢挖。不是技术上不敢，而是心理上、伦理上，甚至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更深层次的恐惧上不敢。故事要从公元前247年讲起。那一年，一个只有13岁的少年坐上了秦王的宝座，他的名字叫嬴政。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竟然不是治国，也不是练兵，而是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一个13岁的孩子居然就在思考死后的归宿，本身就已经非常离奇了。可更离奇的是，这座陵墓一修就修了39年，动用人力最多时高达70万，这几乎相当于那个时代整个秦国能动员的所有壮丁。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没几年就死了，可这座陵墓还在继续修，一直修到秦22年才勉强完工。工程之庞大，设计之精密，史无前例。我们今天回头去看秦始皇这个人，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存在。他在地上修了长城，把整个中国的北方边境连成一道屏障，防外敌入侵。他在地下也修了长城，把自己的陵墓武装到了牙齿，防后世入侵。他统一了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筑池道，废分封，每一项都是改天换地的大手笔。可是他做了这么多事，内心深处最害怕的事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他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渡海寻找蓬莱仙岛，他四处招揽方士炼制长生不老药，他甚至相信吃了水银炼的丹药可以飞升。可讽刺的是，水银本身就是剧毒。秦始皇晚年喜怒无常，疑神疑鬼，多半就是长期摄入汞中毒导致的。他越是怕死，就越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等到他真的死在沙丘平台的那一天，他大概也没料到自己亲手建造的这座陵墓会因为100吨水银的存在，反而成了2000多年来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命运的剧本有时候真的比小说还荒谬。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留下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他写道：地宫之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主，度不灭者久之。又写道：葬祭以下，或言工匠为基，藏皆知之。葬重即谢，大事毕，以藏，必中现，下外县门，禁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短短几十个字，几乎把后来2000多年里所有的传说全都囊括了。地宫里面用水银来模拟天下江河湖海，机关可以让水银循环流动，头顶是用珍珠宝石嵌出的28星宿，脚下则是用山川地理拼成的微缩帝国。照明的蜡烛则是用一种叫做人鱼膏的东西做成的，可以燃烧许久而不熄灭。更可怕的是，当秦始皇下葬以后，2世皇帝竟然下令把所有参与工程、知晓地宫机关位置的工匠全部活活封闭在墓道之中，永远出不来。这段记载从汉代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的祖先在看的时候多半当作神话传说。谁会相信一个帝王能在地下挖出一片江河大海呢？谁又会相信所谓的人鱼膏烛真的能燃烧2000多年不息？谁能想象那些活活被封在墓道之中的工匠，他们在最后的黑暗里是怎样的绝望？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极度残忍的暴君的传说，而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可谁也没想到，
到了20世纪末，当现代科技真的开始往地下看的时候，这些看似夸张的描述竟然一条一条的被验证了出来。司马迁的《史记》本来是用来警示后人的史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反而成了一份精确的地宫设计图。时间先回到1974年3月，这是一个改变世界考古史的日子。陕西临潼县西阳村已经几个月没下过雨，村民杨志发决定凿一口井来取水救命。当水井打到地下几米深的时候，他的锄头忽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竟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陶土人头。当时杨志发吓得不轻，以为自己挖到了什么瘟神，赶紧找了村干部来商量。没有人想到，就在这口井的下面，竟然埋藏着震惊全世界的兵马俑陪葬坑。而当第一批考古专家赶到现场的时候，一个更让他们震惊的画面出现了。从土层中露出来的兵马俑，并不是我们今天博物馆里看到的那种灰头土脸的陶土色，而是色彩斑斓、五彩缤纷。脸上是粉红色的肤色，战袍是朱红，铠甲上有粉绿、天蓝、粉紫，连发髻和瞳孔都会有不同颜色。那一刻，在场的人全都看呆了，仿佛一支真正的秦军从土里走了出来。可是，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些彩色的兵马俑被完整的暴露在空气中以后，仅仅过了10几秒钟，它们身上的彩色生漆层就开始剧烈卷曲，不到4分钟就剥落了，留在土层之中的只剩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灰白桃色。考古队的成员眼睁睁地看着2000多年的彩绘在自己面前消失，却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当时的领队袁仲一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几天。他眼看着那些活灵活现的秦人面孔在自己眼前一张张褪色变灰，最后变成现在人人熟悉的那种陶土色。他甚至不敢看自己的队员，因为大家心里都在自责，觉得自己亲手毁掉了一件2000多年的国宝。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可以保住那层脆弱的生漆和颜料。更让人后怕的是，在后来的研究中，专家发现兵马俑身上的彩绘结构非常特殊，是双层的，内层是中国生漆，外层才是矿物颜料。生漆是有机物，当它在地下密封环境里稳定存在了2000多年以后，一旦接触到外界空气的氧气和聚变的湿度，会在10几秒内开始剧烈收缩卷曲。那层彩绘不是渐渐褪色的，而是像纸一样一片一片的剥落的。考古人员每挖1寸土，就等于毁掉一片彩绘。更让人毛骨悚然的还有一个细节，当时在兵马俑坑里出土的青铜剑，有一把被压在倒伏的陶俑下面，已经2000多年，剑身早就被压弯成了一个夸张的弧度。可是当考古人员把陶俑挪开，那把剑在所有人的眼前瞬间自己回弹，恢复成笔直的形态。那一刻，在场的人全都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把剑上的各涂层工艺，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谜题。秦朝的工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依然不完全清楚。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最沉痛的教训，也是后来中国决定绝不主动挖掘秦始皇陵主墓的一个重要伏笔。事实上，早在1956年，中国就已经吃过一次大亏。那一年，郭沫若等人提议挖掘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本来只是想做一次试点，结果却成了考古史上的大悲剧。当时技术极为落后，定陵内出土的大量丝织品、书画、漆器等等，因为突然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出现了氧化、变硬、腐化的问题。许多文物在出土之后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彻底毁坏了，郑振铎、夏奈这2位老先生看到这个惨状以后，立刻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刻停止任何帝王陵墓的发掘申请。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而定陵的悲剧还没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定陵更是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里的万历皇帝、皇后的遗骨，居然被红卫兵以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揪了出来，连同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被抬到定陵博物馆前的广场上批斗、焚毁。一座皇陵被打开以后，不仅文物保不住，连帝王本人的遗骨都保不住。这个教训后来几十年里，每一个中国考古人都铭记于心。从此以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墓，
就成了中国考古界一条铁律，任何人想要去碰秦始皇陵这块最大的肥肉，都会被这条铁律挡下来。可是好奇心是挡不住的，秦始皇陵到底是什么样子？地宫真的存在吗？水银真的有吗？人鱼膏的烛火还在燃烧吗？这些问题像种子一样在每一个中国考古人的心里发芽。既然不能挖，那能不能用其他不破坏陵墓的方式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在医学成像技术方面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那就是核磁共振技术的飞跃式进步。这项技术原本是用来看人体内部的，可以不开刀、不切割就把脏器、骨骼、血管全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当时德国波恩大学的一批考古学家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想，既然核磁共振可以透视人体，那么经过改装，它能不能用来透视地下的古代建筑呢？这个想法刚提出来的时候，连德国同行都觉得不太靠谱。毕竟人体和岩石、土壤的物理特性差别太大，医疗设备硬要拿来搞考古，会不会根本没办法成像？可是德国人的严谨和执拗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做大量的设备改装，调整参数，优化演算法，硬是把这套医学仪器改造成了一套适合地下探测的考古工具。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中方考古界立刻来了精神。彼时的西安临潼秦始皇陵的研究工作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境，地上的兵马俑挖了好几个坑，地下的封土堆始终不能动，谁也不知道那座76米高的大土堆下面到底藏着什么。双方一拍即合，于是1996年春天，这场前无古人的跨国考古合作正式拉开了序幕。德国方面的负责人来自波恩大学，他们对秦始皇这位东方传奇皇帝充满好奇，同时也希望透过这次合作验证自己技术的实用价值。中国方面则迫切需要这种先进技术来解开秦始皇陵的千古之谜。双方的需求完美契合，合作协议很快敲定下来。德国团队把那台改装过的脉冲式核磁设备分批运到中国，光是运输环节就花了大半个月，因为设备极为精密，任何一点颠簸都可能影响成像精度。1996年的某个清晨，陕西临潼骊山脚下还带着夏末的暑气，考古工地外，德国波恩大学的技术组负责人对身边的中方技术员低声说了一句：“可以开始了吗？”对方点头，随即按下了那台专门为陵园勘探改装过的脉冲式核磁设备的启动键。就在这一刻，一场跨越2000多年的对话被最新的物理手段悄悄拉开了帷幕。那台核磁扫描仪重达好几吨，运输过程极为艰难，为了不惊动陵墓，设备被安置在距离陵墓主体大约200米的地方。考古队员在皇陵的外沿区域打了5个小洞，然后把改装过的遥感设备深入其中，开始向地下发射特殊频段的脉冲信号。整个探测工作从那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了将近3个月。中德两国的专家在那将近3个月里，几乎是日夜不停地轮班守候在监控台前，每一个异常信号都可能意味着重大发现，每一次参数变化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最大的挑战是数据量过于庞大。秦始皇陵所在的这一片地质情况本来就极为复杂，有多层岩石、夯土、地下水脉，每一层介质对核磁信号的反应都不一样，分析起来如同大海捞针。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中德团队曾经一度怀疑他们的仪器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地下30多米深处传回的某些信号异常稳定，过于规则，不像自然形成的地层。后来经过反复校对才发现，那些规则的信号不是仪器出错，而是地下真的存在着规则的人工建筑。换句话说，秦人在2000多年前修建的地下宫殿，其工程精度之高，居然让现代最先进的核磁仪器都产生了误判。这件事在德国团队内部流传了很久，他们对秦人的工程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当地下30多米深处的信号开始稳定的回传，当第一批完整的地宫结构影像终于在屏幕上清晰浮现出来的那一刻，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专家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一位德国技术员后来回忆说，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一个来自2000多年前的伟大灵魂死死地盯着看，怎么也挪不开眼睛。那么，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一条一条的说。第一个发现，秦始皇陵的地宫确实存在，而且就埋在封土堆的正下方。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但其实是一个天大的突破。要知道，在1996年之前，学术界对于地宫的真实位置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有的学者甚至怀疑真正的墓室可能根本不在封土堆下面，而是隐藏在骊山的深处。这座封土堆只是一个幌子，历史上有过太多帝王玩过这种移种的把戏。曹操就传说设置了72移种，所以秦始皇会不会也用了类似的招数呢？核磁扫描的影像直接结束了这场争论。地宫就在那里，距离地平面大约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主体呈一个漂亮的长方形，而墓室就位于地宫的中央，高度大约15米，面积差不多有一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地宫的四周环绕着厚达4米的夯土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整个地下空间的面积高达18万平方米。注意这个数字，18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更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的是，扫描影像显示，地宫的墙体至今保存完好，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盗洞或者破坏痕迹。也就是说，这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宫殿，居然完整地躲过了无数朝代的盗墓贼，也躲过了战乱、地震、自然侵蚀，依然保持着最初下葬时的样子。要知道，在中国考古史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汉代的帝陵几乎被盗光了，唐代的乾陵虽然没被打开，但周边也曾多次被尝试挖掘。明清的陵墓更是命运多舛，可秦始皇陵这个最大、最有名、最被觊觎的目标，居然真的保存了下来。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陵被盗的传说多到吓人，最有名的就是项羽火烧阿房宫的故事。后人据此推测，项羽当年很可能顺便挖了秦始皇陵。班固在《汉书》当中就提过这段传说，说项羽以30万人30日运，物不能穷。意思是说，项羽用30万人花了整整30天，搬运秦陵里的宝物都搬不完。还有黄巢起义的时候，传说也曾派人尝试挖掘秦陵。清朝道光年间，据说也有土匪尝试过挖陵。民国时期，军阀刘振华更是传说动过秦陵的脑筋。可是这些传说在20世纪末的考古勘探面前全部被推翻了。专家用洛阳铲和地质雷达对秦始皇陵的整个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探，结果只发现了2个比较像盗洞的痕迹，一个离封土堆还有一段距离，另一个只在封土边缘，离主地宫还有几百米远，而且深度都不大就被放弃了。也就是说，历史上那些声势浩大的盗墓传说，要不是后人杜撰，要不就是盗墓贼根本没能成功靠近真正的地宫，可能挖了一些外围陪葬坑就跑了。项羽当年所谓的火烧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他闯入的应该是兵马俑坑和周边建筑群，所以兵马俑坑里才会有那么多焚烧痕迹，但真正的地宫他根本没碰到。至于那道4米厚的宫墙，更让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秦代的夯土墙即便经过2000多年的地下挤压，密度依然极高，硬度堪比现代低标号混凝土。古代的盗墓贼凭着铁铲和洛阳铲根本无法穿透4米厚的夯土宫墙。专家们推测，这正是秦始皇生前为了防止盗墓所做的精心设计，他把所有可能的盗挖路径都堵死了。第2个发现更为震撼，地宫的内部结构远远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复杂。传统的观点认为，秦始皇陵的地宫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地下墓室，主棺椁放在中央，周围摆一些陪葬品。可扫描结果呈现出的却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规模宏大的地下建筑群。专家们在数据里看到，地宫至少分为3层，每一层都有独立的功能区域。最上层的设计似乎是一个完全模仿地面宫殿的区域，影像显示有大型厅堂、回廊、庭院的结构痕迹。也就是说，秦始皇是要把自己生前住过的咸阳宫原封不动地搬到地下去。司马迁说视死如是生，秦始皇是真的把这个理念贯彻到了极致，他连地下宫殿的回廊转角都要复原。中间一层呈现出类似仓库或者储藏室的结构，专家推测
这里可能存放着大量的陪葬品，包括金器、铜器、玉器、丝绸、竹简，甚至可能还有大量的兵器、车马器。要知道，秦始皇可是一个视死如生的皇帝，他想要的东西肯定都会带到地下继续享用。最下面一层结构最为神秘，影像显示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专家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模拟地下世界的核心区域，也就是那个传说中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所在。整个地宫的总体形态根据扫描结果还原出来，是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形，也有专家形容为漏斗形。上下总共有9层台阶，逐层向下，越往下越深。仔细想想，这个结构是不是很熟悉？是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天九地一的思想。九为阳之极，是帝王独享的数字。第3个发现最让全世界震惊，地宫里面真的有水银，而且分布的极为精妙。中德团队在核磁扫描的同时，还配合进行了氡气测量和土壤汞含量检测，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封土堆中心区域大约 1.2 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土壤的汞含量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几十倍，最高可达每公斤100多毫克，而正常土壤的汞含量只有几毫克。更恐怖的是，这片汞异常区的分布并不是均匀散开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形状。当专家把汞异常分布图和秦代的中国地图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汞含量最高的2条带状区域，竟然刚好对应着秦代版图中黄河和淮河2条主要水系的走向。东北部的汞含量明显偏高，西北部则偏低，这正好和秦朝统一以后的疆域水系分布完全吻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许卫红后来公开谈过这个发现。他说，考古团队透过物理探测证实，地宫土层的汞含量超标主要就是人为因素。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地宫内曾经存在水银，而且水银的分布位置非常特殊，就像是黄河与淮河2条流域的走向。也就是说，地宫里面真的存在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人造水系。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写下的那行文字，竟然在20世纪末的精密仪器之下被一一验证了。那么，地宫里到底有多少水银呢？专家根据封土堆的汞渗透量、挥发量、地下分布密度反推，得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至少有100吨。100吨水银是什么概念？要知道，水银是一种极其稀缺的矿产资源，自古以来都是贵族专属。1981年，中国全国的水银年产量也只有300吨左右。而根据《宋史》记载，宋朝动用举国之力，一年的水银产量也只有1-2吨。秦朝2000多年前居然能够凑出100吨水银灌进一座坟墓，这简直是一场用整个帝国资源去填一个皇帝欲望的疯狂工程。这100吨水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专家研究后发现，秦朝的丹砂矿主要分布在巴郡和黔中郡，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和贵州铜仁一带。考古发现，重庆建陵小田溪战国墓出土了大量丹砂制品，汞含量达 98% 以上。贵州万山的汞矿遗址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竖井、斜井和选矿槽，深度超过50公尺。这些遗址证明，当时的丹砂产业已经非常成熟。秦始皇能调动全国最精锐的矿工，把巴蜀地区的丹砂源源不断地运到骊山下，冶炼成水银，再灌进地宫。整个过程动用的人力物力恐怕不亚于修长城。更诡异的是，这100吨水银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全部蒸发消散。扫描和氡气测量都显示，水银的挥发量是稳定的、缓慢的、有规律的，就像有一套机关仍然在地下默默地让水银流动和循环。司马迁写的那句机象灌输，难道真的是字面意思吗？地宫周边的村民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怪异的说法，他们说秦始皇陵时不时就会传出巨大的撞击声，低沉而深远，晚上听起来尤其吓人。有人说这是秦始皇陵中守陵的阴兵在巡游，也有人说这是秦始皇的灵魂在发号施令。考古学家根据扫描结果推测，那声音很可能就是地宫机关运作的声音。当水银在地下流动，撞击到金属或实质的机关时，会发出沉闷的回响。
透过地表传到附近的村落。换句话说，秦始皇陵的地下机关可能真的在2000多年里一直默默运转着。第4个发现更让考古学家头皮发麻。扫描影像显示，墓室的中央位置存在一块明显比周围密度更大、信号回馈更强的区域，形状为一个长方体，这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秦始皇本人的棺椁所在地。但是真正让专家们绷紧神经的并不是棺椁本身，而是棺椁周围环绕着一圈一圈的金属密度异常信号。专家推测，这些异常信号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暗弩机关。要知道，《史记》和《汉书》都明确记载过，秦始皇陵里埋有大量的连弩，谁敢靠近棺椁，谁就会被强弩射死。古代的连弩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武器，秦军兵马俑坑里出土的青铜连弩，至今依然锋利如新，扳机机构保存完整，理论上甚至可以重新使用。如果地宫里真的还有这些连弩，并且有自动触发的机关，那么任何盗墓贼只要稍有差错，就会被乱箭穿身。更让人不安的是，扫描影像还显示，地宫的某些区域存在不明的空腔结构，这些空腔的形状规则整齐，不像是自然形成的，更像是某种人工设计的陷阱或者沙海。中国古代有一种防盗设计叫做积沙墓，就是在棺椁周围堆满干燥的细沙，当盗墓贼挖洞进入的瞬间，沙子会像水一样倾泻下来，把盗墓贼活活埋住。秦始皇陵的地宫似乎也存在类似的设计。当这些影像一张一张地呈现在中德专家面前的时候，整个团队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没有人想要立刻打开这座地宫，因为这座墓的设计者似乎早就预料到了2000多年以后的某一天，会有人想要尝试闯入，他在所有可能的入口和路径上都安排了致命的陷阱。更不要说那100吨水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死亡屏障。水银在常温下会持续挥发，挥发后的汞蒸气对人体有着极强的毒性，会直接伤害神经系统、肝脏、肾脏。吸入足够浓度的汞蒸气甚至会当场致命。秦始皇陵的地宫一旦被打开，这100吨水银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挥发，不仅整个陵园周边将变成一片死亡禁区，连带下游的渭河流域都可能受到严重污染。专家估算，如果处理不当，影响范围可能会扩大到方圆数十公里，整个临潼县都可能要疏散。这个风险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承担的。1996年的这次中德联合扫描，最终以一种非常安静的方式收尾了。中德双方都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只是在一些专业期刊上低调发表。或许是因为发现的东西太过惊人，又或许是因为大家心照不宣，这座陵墓真的不能轻易去碰。德国团队离开中国的那一天，据说领队在送行的酒席上端着酒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花了3个月看到了它，但我建议你们再花1000年也不要打开它。中方专家当时听完全都沉默了，但是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并没有停止。6年以后，2002年，中国启动了国家863计划当中的考古子项目，再一次组织顶尖团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更大规模、更精密的勘探。这一次，遥感卫星、地球物理探测、地质雷达、磁力仪、重力仪全部用上，几乎是把陵墓上空和地下2000米范围内的每一寸都扫描了一遍。结果令人欣慰，2002年的扫描进一步验证了1996年的所有发现，并且还新增了不少。专家确定了整个秦始皇陵园区的真实大小，包括帝陵、各个陪葬坑、陪葬墓在内。整个陵园的总面积大约是56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故宫的面积。我们熟悉的兵马俑坑其实只是这个庞大陵园当中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整个陵园的 80% 以上至今仍然埋在地下，从未被挖掘过。2002年以后，又有许多次小规模的勘探陆续展开。曾担任始皇陵考古队长10多年的段清波教授，也曾在央视的专题节目当中亲自释疑。他明确指出，根据地球物理探测的综合结果，秦始皇陵地宫从未被成功盗掘过。虽然2000多年来确实有人尝试盗墓，但考古队用洛阳铲和地质雷达详细勘探的结果显示，地宫周边只发现过2个盗洞，一个离封土堆还有一段距离，
另一个只在封土边缘，离主地宫还有几百米远，而且深度不大就被放弃了。段清波教授还透露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细节，秦始皇陵地宫的外墙并不是其他帝陵惯用的木质结构，而是用大型石板层层包覆。这些石板全部是从70多公里外的山上专门开采运过来的，每一块都重达数吨。在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的2000多年前，秦人是怎么把这些巨石运到骊山脚下，又是怎么一块一块地堆砌成密封的石材外壳，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这个发现也彻底解释了为什么秦始皇陵能在2000多年里完好如初。就算盗墓贼真的挖穿了夯土，穿过了沙海，躲过了连弩，最终还要面对那一层层的巨石板，而那是纯粹的物理隔绝，没有现代爆破装置根本不可能突破。更耐人寻味的是，秦始皇陵还有一个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怪异现象。当地的气候非常奇特，每当骊山上方暴雨倾盆的时候，陵墓正上方却常常只下小雨，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屏障保护着这座地下王国。风水师说这是黄气避阴，科学家则推测这可能与封土堆独特的地形和地下水银蒸汽形成的局部小气候有关，但至今仍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2000多年来，连老天爷似乎都不忍心去浇灌这座沉睡的陵墓。时间继续向前，2021年又有另一项新的技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家刘媛媛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方案，他们想要利用宇宙射线当中的渺子，对秦始皇陵的地宫进行3维重建。渺子是一种来自外太空的高能粒子，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渺子穿透地球，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这种粒子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几百米的岩石和土壤，并且在穿透过程中会被不同密度的物质以不同程度的吸收。科学家透过在地下不同位置放置探测器，记录这些渺子的入射方向和到达数量，就可以反推出地下结构的密度分布，从而生成一张类似电脑断层扫描的3维影像。这项技术曾经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上大显身手。2017年的时候，国际团队就是用渺子扫描技术，在胡夫金字塔内部发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巨大空腔，全世界为之轰动。刘媛媛团队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研究指出，渺子断层扫描在理论上完全可以用来重建秦始皇陵的地宫影像。专家计算，只要在地宫上方的合适位置放置2台洗衣机大小的探测器，连续工作至少1年，就能拿到足够清晰的影像。如果这个方案真的实施了，我们可能会在不挖开一块土的前提下，第一次看清楚地宫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方案到今天为止依然停留在模拟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项技术虽然不会破坏陵墓，但是把探测器埋到陵墓正下方100米的位置，本身就需要在陵墓的外围钻几个深井，而这几口深井，按照中国目前的不主动发掘原则，依然是有争议的。何况一旦真的拿到了清晰的影像，下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了以后要不要进一步去碰？这个伦理问题谁来回答？更何况渺子扫描虽然能够看到地下结构，但是看不到细节，看不到颜色，看不到那些可能还在运转的机关到底是什么形态。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但看不到秦始皇真正想对后世说的话。2025年的最新进展更加值得关注。1月26日，秦始皇陵的1号陪葬墓再次有了重大突破。这座位于陵墓西侧大约440米的陪葬墓，是目前已发掘的秦代墓葬当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已经基本发掘完毕，出土了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铁器以及金银质地的小型冥器，包括非常罕见的单体金骆驼、金武秀俑，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重大发现。特别是那只金骆驼，是中国境内目前出土的最早单体金骆驼，这直接证明了秦代已经和西域有相当频繁的交流，比张骞通西域足足早了100多年。秦始皇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地下的微缩帝国，更可能还暗藏着当时中国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全部秘密。而在墓道当中，居然还发现了一辆保存完整的4轮独舟木车，
秦始皇陵博物院的研究馆员蒋文孝指出，这辆车可能是当年下葬时运输棺柩用的载柩车，这是中国古代丧葬考古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在墓坑的东北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散落的人骨遗骸，经过重组和分析，这些遗骸属于121具不同年龄段的工匠骨骼，年龄大约在15到45岁之间，他们很可能就是当年参与修建陵墓的工匠。也就是说，司马迁《史记》里记载的禁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并不只是传说。那些被活活封死在墓道里的工匠遗骸，正一具一具地被现代考古人员从土层里重新挖出来，他们在2000多年以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2026年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又公布了5项2025年度的重要考古发现，其中包括清水河、泾河流域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旧石器遗址25处，新石器时期遗址98处，两周时期遗址13处。考古工作部主任邵文斌表示，未来将以秦始皇帝陵为基点，继续加强对秦文化起源、发展与壮大过程的研究。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无论发现了多少新的陪葬墓，无论挖出多少珍贵的陪葬品，中国官方对于主墓本身的态度始终没有任何松动。即使在2025年和2026年，这个答案依然是2个字：不挖。那么，秦始皇陵到底还藏着什么让人类至今不敢直视的秘密呢？我们不妨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想一想。第一，那100吨水银，它们不仅是当年秦始皇用来模拟天下江河的奢侈品，更是2000多年来保存整座陵墓完整的关键屏障。水银的剧毒让所有盗墓贼望而却步，水银的长期挥发也让地宫内部始终维持着一种接近真空的低氧环境。可能正是这个环境，才让地宫里的木器、丝绸、漆器、人体遗骸全都保存得异常完好。一旦打开，这个维持了2000多年的微环境会在几分钟内被彻底破坏。第二，那一道4米厚的夯土宫墙和层层巨石板，它们是冷兵器时代防盗思想的巅峰之作。就算用现代爆破技术强行打开，巨石坍塌的瞬间，地宫里所有的陪葬品都会被砸成粉末。没有任何现代工程可以保证在突破石墙的同时，又能完整保留地宫内部结构。第三，那些可能还在运作的暗弩、机关和击杀陷阱，虽然2000多年过去了，部分机械结构可能已经锈蚀失灵，但是只要还有1-2处机关仍然处于待激发状态，第一个进入地宫的人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第四，也是最让人担忧的，那些彩绘、丝绸、漆器、人鱼高灯，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它们会像兵马俑当年那样，在几分钟内被氧化、被分解、被彻底毁掉。秦始皇陵里可能有上万件这样的脆弱文物，按照现在的保护技术，能保住1/1000就已经是奇迹。第五，那个我们至今还不敢正面讨论的问题，秦始皇本人的遗体。司马迁记载，秦始皇是死在沙丘平台的，当时是7月酷暑，遗体运回咸阳的路上已经开始腐败，赵高、李斯只好用1车鲍鱼遮盖臭味。可是，如果秦始皇陵真的存在那种低氧、低温、汞蒸气环境，遗体会不会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保存下来？如果真的被保留下来了，这位开创了中华2000多年地质的千古一帝，他的真容、他的死因、他的真正身份，那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所有历史谜团，会不会因为一次冒失的开挖就被彻底改写？关于秦始皇的死因，史学界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司马迁说他是病死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死于汞中毒，毕竟他长期服食炼丹方式线上的丹药，那些东西的主要成分就是水银和硫磺。也有阴谋论者认为秦始皇是被赵高、李斯、胡亥3人合谋害死的，因为他临终遗命本来是要传位给长子扶苏，结果3个人却把诏书改了，立了胡亥。如果秦始皇的遗体真的保存了下来，现代 DNA 技术和法医学分析或许能告诉我们他真正的死因，但这个答案可能会彻底颠覆我们对中国早期地质的全部认知。最后，还有一个更加形而上的担忧，秦始皇生前极度迷信长生不老之术，他遍寻方士，四处求仙，甚至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蓬莱仙岛。
徐福一去不回，民间传说他到了日本，成了日本的祖先。这个说法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日本至今仍有徐福墓和徐福祠。而秦始皇在徐福出海以后，依然坚持自己能够成仙。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吗？还是他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他为什么要把整个帝国的山川地理用水银做出来放在地宫里？又为什么要在头顶绘上完整的28星宿？这真的只是奢华的陪葬，还是他在准备什么，等待什么？有研究中国古代神秘学的学者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猜想，秦始皇陵的整体结构可能不只是一座坟墓，而是一个能量装置。水银作为一种特殊的金属，在古代炼丹术里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的媒介。100吨水银在地下流动2000多年，会不会形成某种磁场或能量场？头顶的28星宿会不会是某种星象坐标？整个地宫的9层漏斗形结构会不会对应着某种我们已经失传的古代知识？这些猜想当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更像是科幻小说的桥段。但偏偏秦始皇本人又是那种能让你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奇怪可能性的人物。或许这正是中国这70年来始终坚持不挖的真正原因。我们不是技术不够，不是胆量不够，而是面对一个能在公元前3世纪就调动70万人，耗时39年，把整个天下都搬到地下的疯狂帝王，我们真的有资格去打扰他吗？我们真的能承担打开那扇大门以后的所有后果吗？德国的核磁扫描仪曾经震惊过全世界，它让我们第一次知道地宫就在那里，水银就在那里，棺椁就在那里，机关也就在那里。可是它也让我们意识到，知道是一回事，去碰它是另一回事。2000多年前的那个少年，13岁坐上王位的时候，或许就已经把自己的所有恐惧、所有野心、所有不甘，都化成了骊山下这座深埋35米的地下王国。他用整个帝国的力量，给自己造了一个无法被打开的盒子。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是黄金，是珠宝，是兵书，是真容，是长生秘药，还是只是一个皇帝对死亡最深的恐惧？也许这个答案注定要继续沉睡下去，直到某一天，当人类的科技真的有能力做到既能看清里面所有的细节，又能在不损坏任何一片彩漆、一根丝线、一滴水银的前提下，把那座地宫原封不动地呈现给世人。到那一天，秦始皇可能才会愿意打开那扇门。可是话又说回来，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真的还会想去打开吗？也许看清楚一切，反而是一种失落。神秘之所以是神秘，正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被揭穿。秦始皇陵在骊山脚下守候了2000多年，它早已不只是一座陵墓，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巨大的问号，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关于起源、关于权力、关于死亡的最终追问。当这个问号被拉直成一个句号的那一天，我们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还要多。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守在骊山脚下，远远地望着那座76米高的封土堆，望着上面在夕阳下缓慢生长的柏树和草木，然后轻轻地说一句：陛下，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您再睡一会吧。